是一阵风，吹得那树枝乱了。我从来不信鬼和怪，天黑夜尽了。姐姐这是练的哪门子功夫？倒栽葱吗？就是跳井也就算了，还被卡得动弹不得。这体格也难为这口井了。世子爷要是看见这一幕，怕是更不想洞房了吧？怎么不说话了？莫不是知道丢人，索性装死了？当初逼着我娶你的时候，怎么不想着今天？哼！我真是替世子不折，哪有姑娘家拿着圣旨上门硬逼亲的？不接旨就是灭门大罪。就是婚姻大事讲的本就是你情我愿，更何况咱们世子本就天性自由散漫，最讨厌被人摆布安排。去，把他拉出来。什么情况？我不是正在直播吃小龙虾吗？怎么突然被卡在井里了？瞧瞧他那样，怕成这样。这感觉，堂堂的娘家仗着自家势力和嫡女身份请旨逼婚，谁料新婚夜，堂堂竟遭妾室刘婉儿等人当众嘲讽无礼。堂堂实在羞愤难忍，想要投井自尽，世界陷入死境，却被卡住，挣扎无果，闷死过去。老天爷，还有比被自己的身材卡在井口更憋屈的死法吗？这难道是老天给我这个美食博主的惩罚吗？一起使劲！姐姐这是中邪了！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世子爷，这井太窄了，下次我换口大的。你这疯妇！你疯妇！晋安侯府世子谢意很好，既然老天爷让我穿越到你身上，那我堂堂就明的不受欺负。说得对，用井确实不太专业。我应该直接向世子借根绳子，毕竟您这张脸看了就想上吊。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我说你很渣。新婚夜让妾室来闹洞房，你爹没教过你什么叫规矩。我堂堂是胖，可我吃的是自家大米，碍着你什么了？你这疯妇，竟敢这般跟本世子说话！明明是你有逼婚在先，如今反倒全成了我的错。那又怎么样？新婚夜让妾室来羞辱正妻，这就是晋安侯府的规矩。我堂堂今天算是长见识。还有你，穿一身白在这演什么白莲花？选秀节目看多了吧？方才在井边笑得挺开心啊，现在装什么受害者？姐姐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以前的我好欺负，现在不好欺负，你不习惯了？你们也是，拿谁的月钱心里没数？他笑你们就跟着笑，明天他吃屎你们也跟着吃。我堂堂再不受宠，也是这侯府的正牌夫人。老娘前世做美食博主，日更视频底下喷子成千上万，你们这几个段位，连我评论区的1级小黑迷都不如。你在院子里禁足反省，没有我的允许，不得踏出半步。禁足，求之不得。正好老娘不想看见你们这对狗男女。这胖女人怎么像变了个人？看来得想个法子让她彻底消失。夫人，奴婢去厨房问了，管事的说世子有令，禁足期间削减用度。奴婢无能，连一顿好饭都要不来。削减用度，怕是刘婉儿的手段吧？她正面交锋吃了亏，现在转而从生存资源上打压我，想让我吃不饱穿不暖，在寒冬里崩溃求饶。
做梦！跟我玩断粮，你知不知道美食博主的终极技能就是给你一根牙签都能做出满汉全席？想饿死我，门儿都没有。春桃，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偏院的废菜园，早就荒了，没人打理，荒了才好。去找把锄头来。夫人，您要锄头做什么？您可是千金之躯，开荒种地啊！难道真要等着被饿死？我可不想做第一个被饿死的侯府夫人。既然没人给饭吃，那就自己种。春桃，记住，种菜要轮作，这一排种葱，那一排种蒜，中间的空地留着种小白菜，这样土地不会贫瘠，收成才好。夫人，您怎么懂这些？以前从没听您说过啊。我娘家教的好，你就当是我开窍了吧。夫人好厉害，这铜镜竟能取暖，奴婢活了这么大，从没见过这种奇迹。这叫物理知识，以后你就懂了。跟着我，保准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先把日子过起来，其他的以后再说。夫人，您真是变了个人，奴婢跟着您，心里有底了。春桃，生火。夫人，您要做什么？做饭。既然没人给咱好饭吃，那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春桃，那块小的递我。夫人，这是什么汤？好香啊！奴婢在厨房干了20年，从没闻过这么香的味儿。来，尝尝。夫人，这是什么汤？鲜得很，比咱们厨房做的还香。您是怎么做的？这叫野菜疙瘩汤，用的是我院子里种的野菜，新鲜着呢。关键是要用滚水下锅，疙瘩才筋道。调料不用多，食材本身的鲜味就够。夫人，您这手艺，奴婢在厨房做了20年，也没尝过这么鲜的汤。您简直是神仙下凡啊！以后我院子里种的菜吃不完，你若是想吃，随时来，咱们互相帮助。你在厨房多照应着我点儿，我就给你做好吃的。谢谢夫人，夫人有事尽管吩咐，奴婢一定尽心尽力。以后厨房有好食材，奴婢第一个给您留着。那胖女人在院子里种地做饭，还收服了厨房的人，她到底想干什么？是，听说那野菜汤做的极鲜，连厨房的张嫂都被收服了，现在天天往堂堂院子里跑。好啊，断粮没用，那就换个更狠的法子。我就不信治不了一个胖女人。去，给我找几株紫霄草来。紫霄草，那不是去办就是了。是。夫人，奴婢跟着您都瘦了，这饭菜好吃还不长肉，这叫科学饮食。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好吃的，保准你越吃越瘦。你看，这野菜富含纤维，菜团子省油少盐，比厨房里那些大油大腻的饭菜健康多了。夫人，您简直就是神仙，跟着您，奴婢觉得日子都有盼头了。这才刚刚开始，等咱们的菜园再大一些，我就教你做更多好吃的。到时候，整个侯府的人都得求着咱们。紫烟草长得有点像有毒的泽林，不熟悉植物的人乍一看绝对会以为是毒草。好一招栽赃假货，刘婉儿，你这手段也太拙劣了。春桃，去请老夫人身边的赵嬷嬷来，就说我在院子里发现了好东西，想请她老人家长长眼。夫人，这是什么？这是有人送我的大礼，既然人家费了心思，
我总得配合演一出戏了。去请吧，动静大一点，让全府的人都知道。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夫人，有人告发您在院中种植毒草，心术不正。毒草，我倒是好奇，是谁这么关心我院子里种了什么？姐姐，婉儿也是担心你，怕你被那些花草迷了心智。那还真是多谢妹妹关心了。堂堂，听说你在院子里种了些不干净的东西。姐姐，你在院子里种毒草做什么？婉儿也是担心姐姐，怕姐姐被人利用，一时糊涂。婉儿也是为了侯府的安危着想啊。堂堂，你作何解释？本世子就知道你安分不了几日。老夫人，这不过是普通的簇养草，民间也叫酸浆草，非但无毒，还可入药做菜。若是有人不熟悉植物认错了，情有可原。可若是故意将它说成毒草，那背后之人的心可就比任何毒草都毒了。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你，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此话当真？这看着确实不像毒物，但若是有人告假状，千真万确。不如我现在就用它做一道凉拌菜，请老夫人品尝，我甘受任何责罚。若是有人故意诬告，还请老夫人做主。酸甜开胃，确实是寻常野草。婉儿，你说这是毒草，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婉儿只是担心姐姐一时看错了。妹妹身居侯府，见识短浅也正常。只是下次不认识的东西，最好先问问，别急着告状。万一告错了，可就伤感情了。妹妹说是不是？姐姐教训的是。母亲，此事是儿子管教无妨。婉儿，你以后少管闲事。堂堂，你做的菜不错，改日做给老身尝尝。谨遵老夫人吩咐。堂堂，你给我等着！许久不见婉儿了，甚是想念。听说侯府最近喜事连连，姐姐特来凑个热闹，顺便看看妹妹过得好不好。六夫人客气了，快请上座。这位就是唐家大小姐，果然名不虚传。正是，刘姐姐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听说前几日闹了些误会，婉儿年轻不懂事，堂妹妹别往心里重。做姐姐的，替她赔个不是。妹妹是年轻，但不懂事可以学，就怕有些人故意不懂事。堂妹妹真是个妙人。对了，老夫人，我这次来其实是想提议办一场赏花宴。赏花宴？对啊，这春日正好，各府的夫人小姐们也该聚聚了，也正好给侯府冲冲喜，让堂妹妹也认识认识京城的贵妇圈。冲喜是假，想让我在贵妇圈出丑是真的。姐妹俩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意思。那就多谢刘姐姐费心了，妹妹一定准时出席，不让姐姐失望。婉儿，这个堂堂不简单，硬的不行，得来软的。姐姐的意思是，赏花宴那日，我会安排人在她的饮食中加点料，到时候她满脸红疹，在贵妇圈面前丢尽颜面，看她还怎么在侯府立足。姐姐高明，这次我看她还怎么嚣张。哼，敢跟我柳如珠斗，她还嫩了点。只要她在贵妇圈丢了面子，老夫人也不会再向着她。姐姐英明，那胖女人仗着老夫人撑腰，才敢这么嚣张。等她失了宠，看她还怎么狂。记住，此事一定要做得隐蔽，不能让人抓到把柄。姐姐放心，婉儿明白。顾敏，昨天那杯茶，刘婉儿果然在饮食中动了手脚。她是想让我无法出席，在贵妇圈做事上不了台面的名声，好恶毒的心机。夫人怎么办？这脸怎么见人？明天就是赏花宴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别慌，慌有什么用？对了，前世做美食博主时学过类似的护肤知识，黄瓜片和蜂蜜好像可以舒缓。去，给我找根黄瓜来，再去找些蜂蜜，快！黄瓜、蜂蜜，夫人要做什么？
治脸，快点，耽误不得。春桃，帮我梳妆，要端庄大气，不能输了阵势。夫人，您还要去参加赏花宴，顶着这张脸，当然要去，不去岂不是正中他们下怀？他们越是想让我躲起来，我就越要大大方方的出现。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堂堂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走吧，去会会那些贵妇，让柳如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气场。姐姐，听说堂堂昨晚脸过敏了，今日怕是出不了门了。那他今天应该不敢露面了。就算来了，顶着一张烂脸，也不过是自取其辱。赏花宴上，我要让他成为全京城的笑话，到时候看他还怎么生气。你吩咐下去，让厨房今晚给他送一盏安神茶，茶里加的东西足够他3天出不了门。姐姐放心，我这就去安排。记住，别留下痕迹。哟，堂妹妹这是唱的哪出？西域风情，还是嫌自己貌丑，不敢见人啊？姐姐许是身体不适，婉儿劝她不要来的，可她偏要来。让各位夫人见笑了。这几日院中花开得好，花粉过敏起了疹子，我戴着面纱也是怕扫了大家的兴。花粉过敏怎么听着这么新鲜？咱们京城可从没人说过这毛病。说来也巧，我昨日喝了府上送来的安神茶，今早就过敏起疹。安神茶？我虽不懂医术，也知道有些花粉或药物可以引起疹子。诸位夫人见多识广，不知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刘姐姐人脉广，不知认不认识回春堂的大夫？不如请人来验一验那安神茶的底，万一茶里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也好给大家提个醒。妹妹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有人在茶里做手脚？这可是侯府，谁敢做这种事儿？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今日这赏花宴，花是真的美，人心嘛就不一定了。刘姐姐紧张什么？我又没说是你。这安神茶莫不是有什么猫腻？嘘，别乱说。不过静安侯府的事儿确实有些古怪，那柳家姐妹好像不太简单啊。都安静！赏花宴上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老夫人明鉴，儿媳只是担心这茶若真有问题，岂不是害了在座的各位夫人？刘姐姐若是心中坦荡，何必拦着不让验？我何时拦着了？只是觉得这小事不值得兴师动众。原来在刘姐姐眼里，给侯府夫人下毒是小事，那在刘姐姐眼里，什么才是大事？够了，赏花宴就是赏花宴，不必扯那些有的没的。堂堂身体不适，早些回去歇息吧。是啊，堂妹妹还是先回去休息吧，身体要紧。谢老夫人关心。不过在走之前，我还有一句话想说。各位夫人今日来侯府赏花，赏的是花的美，品的应该是人的善。若有人借赏花之名行害人之事，那这花不赏也罢。我堂堂虽胖，但心不小。谁对我好，谁想害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今日之事，我不想追究，但不代表我不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多行不义必自毙。堂妹妹这话说的好像有人害你似的，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刘姐姐紧张什么？我又没说是你，除非你自己心虚。老夫人，儿媳身体不适，先行告退了。去吧，好生休养。来人，送少夫人回去。这唐家大小姐倒是个厉害角色，不卑不亢，有大家风范。是啊，以往听说她懦弱无能，今日一见，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柳家姐妹反倒显得小家子气了。夫人，您太厉害了！刚才在正厅里，您说的柳夫人和柳姨娘一句话都接不上，奴婢看着都解气。这才哪儿到哪儿，她们姐妹俩联手算计我，但我堂堂也不是吃素的，想斗奉陪到底。夫人，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接下来，说到底，人终究是视觉动物，减肥是时候提上日程了。老娘要悄悄惊艳所有人。接下来减肥。姐姐这是练的哪门子功夫？倒掰葱。跳井也就算了，还被卡得动弹不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这样能行吗？夫人跟中邪了一样。夫人，你是夫人吗？各位夫人有所不知，我们侯府那位姐姐近日闭门不出，说是身子不爽利，今儿个寿宴也没法来，倒是可惜了。听闻世子妃前些日子在赏花宴上出尽风头，怎的今日缺席？姐姐那身子向来金贵，不便走动也是常事。妹妹这又是背着我说些什么呢？这是哪家的夫人，竟生得这般好气度？京城竟还有这般橘色的女子？这位是唐儿，这竟是唐儿！景安侯府的世子妃！天哪，这是脱胎换骨了呀！孙媳来迟，让祖母久等了。好，好，好！我竟不知你瘦了下来，竟是这般标致。快到祖母身边来坐。老夫人好福气，世子妃这仪态，这气度，便是宫里的娘娘也比得。将军夫人谬赞了，唐儿不过是平日里饮食清淡些，再多走动走动，算不得什么秘方。世子妃这肌肤细腻的，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用的什么脂粉？清水洗脸，粗茶淡饭，比什么脂粉都管用。这个被我踩在脚下的胖女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走了本应属于我的所有目光。这是堂堂。小样，且让你好好后悔去吧。谢兄，你这眼睛都快长到少夫人身上了。新婚那会儿是谁说人家粗鄙不堪、羞于见人的？弟兄喝多了，我可清醒得很。你看看他，跟尚书府夫人聊的那叫一个投机。再看看那边，祖母，孙琦敬您，愿您福寿安康，岁岁如亲日。好，祖母喝。老夫人，您这位孙媳真是气度不凡。方才与我聊起食疗之道，那鉴殿句句在理。我可是动了真心思，想请她过府指点一二呢。夫人过奖了，不过是些调理脾胃的粗浅方子。夫人若不嫌弃，改日堂儿亲自写一份食谱给您送过去。哎呦，那感情好，我就说嘛，这府上有本事的人，老夫人您藏着掖着呢。什么藏不藏的？堂儿有本事，我老头子脸上也有光啊！谢兄，你这位夫人跟传闻中那个粗鲁肥胖的疯妇似乎不是一个人啊。我也不知道，总感觉他变了似的。世子爷有话直说，这般盯了一路，我脸上又没长出花来。你怎能这般与我说话？那世子爷教教我该怎么说话，像从前那样低眉顺眼，忍气吞声。我不与你争执。世子爷何时真正关心过我的死活？怎么，如今见我瘦了几分，模样瞧着顺眼了，倒想起问我过得如何了？你，世子爷，您这把戏我见得多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迟来的关心更是连草都不如，您还是省省吧。我怎会被这女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是愧疚，是好奇，还是什么？世子爷，还看？
夫人，您是没看见，今儿个门房又送来10几张帖子，都是各府夫人递来的，想请教您那瘦身调理的秘方呢。请教是假，想尝鲜是真。春桃，你发现没有，这京城的贵妇们嘴上说着丰腴是福，背地里哪个不想腰身细些，肌肤好些？可不是嘛，夫人您这一瘦下来，满京城的夫人都跟着眼热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里头有大商机。这京城里没有一处专门调理挺态、定制膳食的铺子，那些夫人小姐们不是不想瘦，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吃怎么调。夫人，您的意思是要做买卖？正是，我要开一家食疗调理坊，专门做低卡菜肴、瘦身药炼，就叫仙仙阁。位置不错，临街又不嘈杂，来往的多是各府的丫鬟婆婆，消息传得快。夫人，开铺子可要花不少银子呢。银子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先去打听打听这铺子的东家是谁，租金几何。这位夫人好生标致，可是来寻铺面的。大娘好眼力。这铺子原是个胭脂铺，东家娘子回乡下养老了，空了1个月了。夫人若是有意，我老婆子帮您引荐引荐。那就有劳大娘了。她凭什么？一个被我踩在脚下的胖女人，竟然变成了全京城艳羡的对象！姨娘息怒，息怒！你让我怎么息怒？现在满京城都在传她堂堂脱胎换骨，我刘婉儿倒成了笑话。去，给我查清楚，堂堂近日在府外都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花了多少银子，她肯定在搞什么名堂。是，我倒要看看这女人在耍什么花戏。这清蒸鲈鱼火候是关键，水沸后上锅，8分钟整，多1分则老，少1分则生。姜丝要切得细，铺在鱼身上去腥提鲜。夫人说得清楚，奴婢记下了。还有这红豆薏米粥，薏米要提前浸泡2个时辰，不然煮不烂。记住，咱们仙仙阁的膳食少油少盐，重在食材本身的鲜味。各位姐姐婶子，仙仙阁新开张，免费试吃，尝尝这道红豆薏米祛湿粥，美容养颜又消水肿。这粥好香，甜而不腻，软糯可口，比我府上厨房做的还好吃。这真的吃了能瘦？当然，我这膳食都是按食材的本性搭配的，吃了不长肉还养人。各位回去跟府上的夫人小姐们说说，仙仙阁3日后正式开业，届时欢迎光顾。这位嬷嬷，您府上夫人若是想调理腰身，我推荐这道清蒸鲈鱼配山楂茶，连吃半月必有功效。好，好，好，给我包2份。我家夫人要是瘦了，日后天天来。夫人，这才半日，准备的食材都快卖光了。第一步算是成功了，春桃，这才是开始。夫人，您猜今儿个入账多少？少说也有30两。50两，比昨日又多了10两。是时候推新业务了。什么新业务？定制调理餐，根据每位客人的体质与舒适量身搭配膳食，附上手写的食材功效说明。价钱嘛，比普通的贵3倍。3倍？会有人买吗？京中贵妇最不缺的就是银子，缺的是专属感。你越贵，他们越觉得值。王夫人光临，蓬荜生辉。早就听闻芊芊阁的暂时调理有奇效，今日特来尝尝。王夫人客气，您落座，我这就让人给您上菜。香鲜嫩滑，这味道比宫中御膳也不遑多让。夫人过奖，这鲈鱼搭配山药，健脾养胃又低脂，最适合夫人这般气度华贵的身子。好，这手艺当真了得，我定1个月的膳食供应，每日送到府上。对了，我那位手帕娇永宁伯夫人近日也为腰身苦恼，我回去便引荐她过来。
多谢夫人厚爱，堂堂定不负所望。夫人，这是啥？咱们仙千阁的标志，以后每份定制餐的包装盒上都印上这个，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仙千阁出品。标识？这叫品牌。往后满京城的贵妇看到这个仙字，就想到咱们仙仙阁。各位姐妹，我今日要向大家推荐一个去处——仙仙阁。仙千阁？可是近日东市新开的那家膳食铺子。正是，我吃了半月唐娘子配的膳食，你们猜怎么着？腰身细了2寸不说，连困扰多年的便秘与浮肿都好了许多。那唐娘子的手艺当真是神了。当真如此神奇？我也听我府上丫鬟提过，说是世子妃开的铺子，里头的膳食确实与众不同。我还听说，世子妃给皇后娘娘都做过膳呢。那我明日便派人去订。我也去，这等好事怎能错过？听说仙仙阁还有会员制，可想定制调理，我也想去看看。夫人，永宁伯府和尚书府都派人来订膳食了，还有翰林院编修夫人。意料之中。夫人，你也太沉得住气了。去，写张告示贴出去。仙仙阁即日起推出高阶会员制，按月缴纳会费，可享受私人定制食谱、每周上门问诊调理以及独家美容药膳。夫人，这得收多少银子啊？每月50两。50两？你越贵，他们越抢着来。不信你看着。夫人，今儿又进了2000多两，这高阶会员一推出，贵妇们都抢疯了。这才到哪儿？春桃，从明日起，我要开始培养厨师团队。厨师团队？我把独创的菜谱标准化，一道菜该放多少料，火候几分，时间多久，统统写成册子，传授给可靠的人手。日后开了分号，也得有人撑得起场面。夫人想得真长远。这只是开始。仙千阁，我要让它开遍大江南北。唐娘子，皇后娘娘和几位妃嫔已在花厅等候，你可要用心些。姑姑放心，堂堂定当全力以赴。这芙蓉鸡片，鸡肉要取最嫩的里脊，片成薄片后用蛋清抓匀，火候要旺，下锅3翻2翻便得出锅，老了就柴了。娘子说的妙啊，咱们御膳房做了几10年，也没见这般讲究。娘娘，这是民女为您和各位娘娘准备的宫廷调理宴。芙蓉鸡片润肺养颜，碧螺虾仁清热明目，珊瑚白菜开胃健胃，桂花糖藕补气看神，请娘娘品尝。鲜嫩爽口，御膳房做了这么多年的菜，竟不如你一个民间少女有心思。这虾清甜得很，一点腥味都没有。唐娘子，你是怎么做到的？回各位娘娘，虾仁下锅前要用姜汁和料酒腌上1刻钟，去腥提鲜，且油要少放，以清炒为主，保留食材本味。难怪吃起来这般清爽。本宫近日胃口不佳，这珊瑚白菜倒让本宫想多用些。堂堂，你这手艺当真了得，本宫重重有赏，赏黄金100两，另特许你在内宫开设御用仙仙阁分店，专为后宫嫔妃提供膳食调理。谢娘娘隆恩。唐娘子，本宫近日失眠多梦，可有什么膳食能调理？本宫皮肤暗沉，你可有美容养颜的方子？贵妃娘娘失眠，可用百合莲子粥辅以酸枣仁茶，安神助眠。淑妃娘娘肌肤暗沉，民女推荐银耳红枣羹搭配玫瑰饮，连服半月必有改善。夫人，皇后娘娘赏了黄金100两，还有那么多娘娘的名帖，咱们仙仙阁这下可名震天下了。
京城最顶层的圈子，老娘踏进来了。好，好，堂儿，你当真是咱们侯府的福星，皇后娘娘都赏识你，这可是天大的匡面。祖母谬赞，堂儿不过是尽本分罢了。从今日起，府中库房的物资你可自由调用，不必再请示我。府中中费之事，日后也可交由你打理。母亲，这怎么？堂儿如今是皇后娘娘面前的红人，打理咱们侯府的家业，委屈她了？儿子不敢。谢世子留步。李大人，世子好福气啊！尊夫人如今名满京城，连皇后娘娘都赞不绝口，满朝文武谁不羡慕啊？是啊是啊，前些日子我还听人嘲笑世子娶了位世子当真是慧眼识珠啊。那子不过是做些小生意，当不起各位谬赞。世子谦虚了，改日定要去仙仙阁尝尝尊夫人的手艺。大家别急，慢慢来。唐娘子这般能干，也不知谁家老爷有这福气娶了你。福气不福气的不好说，反正本娘子不靠男人也活得滋润。找对的真是有魄力。堂堂，难道我在你眼里早已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了吗？这位夫人可是来看铺面的？这铺面租金几何？每月500两，1年起租。500两，抢钱呢！位置是好位置，但空置了3个月了吧？若我再晚些来，您这铺面怕是连300两都租不出去。夫人这话，每月380两，我签3年。您若愿意，今日便下定金。这……那我去看看隔壁街的铺面，听说那边才300两。哎，别！夫人留步，380就380。夫人，您真要租那间大铺面？仙仙阁要升级，不能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膳食铺子。我要做集膳食调理、美容养生、形体指导于一体的综合会馆。可那得花多少银子啊？咱们虽然赚了些，但恐怕还不够，所以才需要找人合作。这位可是仙仙阁的唐东家？正是，阁下是？在下谢青州，谢岭的远房堂弟，名下经营几家绸缎庄与钱庄，今日特来拜会。谢青州，我听说过你，京城商界的青年才俊，不知找我何事？唐娘子的商业模式，谢某佩服之至。今日前来是想以资金入股的方式与娘子合作。哦，谢公子想怎么合作？我出银子，你出手艺，仙仙阁扩张所需的资金我包了，但我要占股。占多少？30%。谢公子好大的胃口，不过我喜欢有野心的人，进来详谈吧。荣幸之至。谢公子出资占股30%，负责拓展北方市场与资金周转。我以技艺与品牌入股占50%，负责产品研发与运营，剩余2%留给未来引入的合伙人。公平合理。唐娘子不仅手艺了得，这商场上谈判的果决也令谢某佩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谢公子，你知道这世上最赚钱的买卖是什么吗？愿闻其详。不是一间铺子，而是10间、100间。我要做的不是一家仙清阁，而是遍布天下的仙清阁。统一招牌，统一菜式，统一服务，这叫连锁经营。连锁经营？还有，咱们的高阶会员制只是开始，日后每到一个新地方，先让当地的名流贵妇成为咱们的客人，他们一句话比咱们吆喝100句都管用，这叫口碑营销。妙啊！唐娘子这些见解，当真是闻所未闻。你到底是哪里学来的这些？天机不可泄露。这个女子不仅才干出众，言谈间那份见多识广的气度，更是让人心动不已。夜色深了，我送唐娘子回府吧。不必了，我还要回铺子里对账。谢公子请回吧。真是个有趣的女子。世子爷好雅兴，半夜在门口吹风。你去了哪里？世子爷管得着吗？堂堂，你别忘了，你仍是建安侯府的世子妃。世子妃？世子爷还记得我有这个身份啊？我以为你早就忘了。夫人，出大事了！尚书府少奶奶用了咱们送的膳食，腹痛如绞。管家带人上门兴师问罪，说要报官封殿。人在哪儿？
在前厅气势汹汹的。唐娘子，我家少奶奶用了你家的红豆薏米粥，肚子疼得满地打滚。你这芊芊阁是不是黑了心肝，在膳食里下了毒？管家息怒，仙仙阁开门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信誉。少奶奶在我这儿出了事，我堂堂责无旁贷。说得好听，要是少奶奶有个3长2短，你10条命也不够赔。管家，仙仙阁每日送出上百份膳食，为何偏偏尚书府的出了事？是我堂堂与尚书府有仇，还是我嫌银子太多要砸自己招牌？所以呢？所以事出反常必有妖，给我半个时辰，我定给尚书府一个交代。你想耍什么花样？春桃，去把今日送往尚书府的所有膳食样品取来，一样不许漏。对了，你再去回春堂请白胡子李大夫来一趟，当众验看。今日当着管家的面，若验不出问题，我仙仙阁关门谢罪，亲自去尚书府磕头赔罪。是，世子妃。味道微苦，粥面上浮着一层极细的粉末，与正常的粥品截然不同。有人下药！巴豆粉，用量拿捏得准，不会致命，但足够让人腹痛难当，丢人现眼。好阴毒的手段。夫人，咱们报官吧。不急，报官容易打草惊蛇。对了，夫人，送往尚书府的膳食都是一个叫刘三的经手打包的，会不会？刘三，若真是他做的，定能查出些蛛丝马迹。春桃，你顺便查查他身边的人。身边人能收买一个人，无非是靠钱，或是捏住对方的软肋。刘三不过是个帮主，却敢冒杀头的危险，必然是有把柄被人攥在手里。原来如此。春桃，这是最可能的突破口，你暗中查访，切记别打草惊蛇。是。刘婉儿，绝对是你！这一次，我要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粥中确有巴豆粉，量虽不大，但足以致人腹痛腹泻、虚脱乏力。当真？老夫行医40载，巴豆粉还能尝错？这分明是事后掺入，不是熬粥时就有的。管家、大夫，今日劳烦二位做个见证。这粥中的巴豆粉绝非仙仙阁的食材，是有人事后恶意掺入，想借尚书府的手砸我招牌。紫薇，你可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我堂堂行得正，坐得端，绝不会做这等自毁前程的蠢事。少奶奶因仙仙阁的膳食受惊，这个责任我担，改日我亲自登门赔罪。但这事的幕后黑手，我绝不轻饶。刘三，今日送往尚书府的红豆薏米粥，是你经手打包的？是小的包的，可小的什么都没做呀，冤枉啊！什么都没做？那这粥里的巴豆粉是自己长腿跑进去的，还是仙仙阁的粥锅成精了，自己会下药？小的真的冤枉，小的不知什么巴豆粉啊！刘王氏，你的老母前日被不明人士送进了城郊的青柳庄，那庄子恰好是晋安侯府柳姨家的陪嫁产业。刘三，你还要跟我说冤枉吗？我给你2条路，第一条，你供出幕后主使，我堂堂不仅不追究你，还保你老母平安出庄，另外给你50两银子，送你们母子去外地安稳度日。世子妃。第二条，你死扛到底，我把证据移交官府，按投毒罪论处，那是砍头的大罪。柳姨娘会为了你一个小小帮厨把自己搭进去吗？你掂量掂量。我说，
是倾国姑娘，刘姨娘身边的倾国姑娘。继续说。他给了小的50两银子，让小的在尚书府的膳食里下把豆粉。他说只要出了事，千阁就完了，小的就能拿到剩下的50两。这是倾国姑娘给小的剩下的药粉，小的没敢扔，留着保命用的。正是巴豆粉无疑。管家李大夫，今日之事还劳烦二位做个见证。这幕后黑手正是晋安侯府妾室刘婉儿指使贴身丫鬟倾国投毒害人。老夫人冤枉啊！婉儿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倾国那贱婢自作主张。婉儿平日待她不薄，她怎敢做出这等事来陷害婉儿？老夫人明察呀！倾国，你说是不是你自作主张给尚书府少奶奶下毒？祖母，孙琦带来了证据，帮除刘三的供词画押在此。药粉小包经回春堂李大夫验过，确为巴豆粉。另外，这是青柳庄管事的证词，倾国姑娘3日前频繁出入庄子，恰好就是刘三老母被送进去的那几日。这事是荒唐！祖母，一个丫鬟自作主张，能动用姨娘的陪嫁庄子，能拿出50两银子收买人手。柳姨娘，你这丫鬟的胆子倒是比天还大呀！贱人，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还敢在老身面前撒泼狡辩？老夫人饶命，婉儿一时糊涂。来人，把倾国拖下去，即刻发卖。刘婉儿御下不严，德行有亏，屡生事端，即日起禁足半年。把这个送进去。春桃，把燕窝粥热一热，咱们分了吃。胭脂你拿去用。夫人，这是世子爷的心意，迟来的心意比隔夜茶还凉。不过他这把戏倒是比以前那副冷冰冰的样子有趣些。老夫人，不是我说，唐妹妹这次闹得也太大了吧？一个妾室身边的丫鬟犯了错，何必闹得满城风雨，连尚书府都惊动了？哦，这让外人怎么看咱们晋安侯府？体面还要不要了？柳夫人的意思是，有人给尚书府少奶奶投毒，是老身小题大做。不敢，只是唐妹妹在外抛头露面经商，千鹅里本就龙蛇混杂，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都要牵扯到侯府，总不是妥当的。哼，柳夫人有话不妨直说。老夫人呐，要我说，女子就该安分守己，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正道。刘姐姐这话我倒有些听不懂。先前阁出的事是有人故意在我店里下药，要害的是我堂堂的性命和招牌。你怎么来了？我若不来，还不知刘姐姐要如何编排我。怎么到了你嘴里，倒成了我招惹是非？难不成我被人害了，还得忍气吞声，哭着回侯府求祖母做主，才算得体？我也就这么一说。刘姐姐，若今日中毒的是你这位诰命夫人，是否也觉得是小事？纵容妾室投毒害人，包庇罪犯，混淆视听，这便是柳家的家教吗？柳夫人，侯府容不得心怀叵测之人。若柳家再为此事纠缠不休，莫怪老身不念旧。送客。夫人，世子爷又派人送东西了。谢礼啊谢礼，送礼倒是越发熟练了。皇后娘娘贺千阁开张大吉，赐碧玉如意一对，祝生意兴隆。谢娘娘隆恩，唐定不负娘娘厚爱。世子爷今日竟告了假来捧场，自己夫人的铺子开业，能不来吗？今日仙阁开业，承蒙各位夫人小姐厚爱，皇后娘娘恩典，堂感激不尽。唐娘子太
太谦虚了。仙仙阁愿每一位女子，不论高矮胖瘦、出身贵贱，都能吃得健康，活得漂亮，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彩。他何时变得这般耀眼？仙仙阁今日起推出皇后娘娘亲赐的凤仪调理宴，仅限高阶会员预订。另上新凝脂养颜套餐，以西域玫瑰配伍灵芝，由内而外调养气血，愿与各位夫人共眠。天哪，竟能享受到与皇后娘娘同款的宴席，这可真是天大的福分啊！谁说不是呢？唐家总是个顶顶的高阶会员。好，好，好，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这是酸涩，还是悸动？唐娘子，这是塞外新到的干桂花，这是西域的玫瑰露，我想着你调制膳食用得上，便带来了。谢公子太客气了，咱们是合作伙伴，这些私礼往后不必再送。朋友之间送些小礼物，算不得什么。唐娘子这些日子操劳心殿，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谢公子有心了，还是谈谈正事。北疆分号的货源可有着落了？那边的绸缎庄能批出多少运力？已经联系好了，3日后的商队便可启程，运费比市价低2成。他们今日在3楼雅间待了多久？回姨娘足足1个时辰，门窗紧闭。那谢公子看唐娘子的眼神黏糊的能拉出丝来。很好，继续盯着。说过什么话，送过什么东西，待了多久，一字一句都给我记清了汇报。1个时辰独处，门窗紧闭，外加经常互赠礼物，这些消息传出去，足够他身败名裂。姐姐，咱们什么时候动手？我等不及要看那贱人跪地求饶了。不急，等老夫人寿辰那日，全京城的名流都会到这，咱们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百口莫辩，永世不得翻身。妹妹这些日子忙得脚不沾地，姐姐看着都心疼。来，尝尝这新到的碧螺春，刚从江南运来的好茶。刘姐姐今日这般热情，倒让我有些不习惯了。说的什么话？咱们好歹相识一场，姐姐关心你是应该的。对了，听闻仙千阁生意火爆，妹妹当真是女中豪杰。我的丝帕呢？怪了，方才还在的，这满头的汗，没个丝帕实在不雅。妹妹，可否借姐姐一条丝帕应急？拿去用吧，一条帕子而已。多谢妹妹，改日还你。不必了，姐姐留着用吧。将这丝帕塞进谢东家书房最底层的抽屉里，藏得深些，别让人看见。事成之后还有一锭银子。字条也准备好了，已命人放到谢青州书房案头了。姐姐高明，等寿宴那日，当着全京城的面人赃并获。记住，老夫人寿辰那日，全京城的名流都在场，咱们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百口莫辩。纵使他有通天的本事，也翻不了这天。春桃，最近可有什么闲言碎语？没什么。说实话，外面有人说夫人和谢公子来往过密，不清不楚的，还有人说亲眼看见你们在铺子里眉来眼去。果然来了。刘婉儿安静了这么久，原来是在憋这个大招。唐娘子，外头的流言你听说了吗？都是我连累了你，不如咱们暂时减少见面，免得坏了你的名声。谢公子，我行得正，坐得端，不怕小人作祟。减少见面，那不是坐实了心虚。咱们是正经生意伙伴，有什么好躲的？可我怕你受委屈。你怕什么？怕流言？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就说去。咱们把生意做好，把分号开起来，比什么都强。唐娘子放心，无论发生什么，我谢青州都会站在你身后，陪你到底。谢林，这个侯府我待够了，等时机到了，咱们就好聚好散。老夫人，婉儿有要事禀报，
事关侯府清誉，婉儿不得不言。什么事？婉儿要告发世子妃堂堂与远房堂弟谢清舟私通，败坏门风，辱没侯府。刘婉儿，胡说什么？你再敢胡言乱语，拔了你的舌头！这是仙仙阁的杂草婆婆周氏，她亲眼所见。老夫人，奴婢在仙仙阁做工，多次看见唐娘子与谢公子在铺子后院独处，门窗紧闭，长达数时辰，二人有说有笑，举止亲密，奴婢看得真的。不止如此，谢清舟书房中还藏着堂堂的贴身丝帕，以及一封约见的暧昧字条。来人，即刻去谢清舟书房搜查，若有半分隐瞒，严惩不贷。堂堂，丝帕和字条都在这儿，你还有何话说？刘婉儿，你费了这么大功夫，处心积虑准备了这么久，就准备了这点东西。各位请看，这字条上的字迹看着确实与我的有些相似，可惜模仿之人手段太过拙劣。诸位若有疑虑，尽可对标我的亲笔字迹，真假一看便知。再说这丝帕，几日前柳如珠邀我过府喝茶，曾借走我一条丝帕，可今日她竟出现在谢清舟的书房里。刘婉儿，这种下作的把戏，你和你姐姐怕是没少玩吧？你血口喷人！周婆子亲眼看到你们私会，这还能有假？周婆子，你确定亲眼看见了？你可要想清楚了。上一个帮刘婉儿做伪证的刘三，替她顶罪的清果，可都是什么下场？老夫人饶命！是柳姨娘，柳姨娘给了奴婢30两银子，让奴婢别造伪证。我堂堂行得正，坐得端，与谢清舟只有商业合作之谊，清清白白，天地可见。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竟还敢说自己清白？你这等毒蝎心肠的妾室，3番5次害人，真是无耻至极。而你们竟也不分青红皂白的轻信于他。既然如此，世子爷，我要跟你和离。堂上，你说什么？堂兄是没听清吗？你娘子说要同你和离。谢公子，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还不知道你要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子。世子爷，你瞧瞧，这对奸夫淫妇都敢找上门来。谢清舟，你别太过分！堂兄既不懂珍惜这般奇女子，何不放手让她去追寻真正的幸福？你要和离？世子爷耳朵不好使，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堂兄，如今她要和离，你倒想起来她是你的妻子。谢清舟，这是我和堂堂之间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外人？堂兄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连一个外人都不如。你若真把她当妻子，怎会任由妾室欺她辱她？你扪心自问，你配做她的丈夫吗？她是我谢令3媒6聘8抬大轿娶进门的正妻，这辈子下辈子都是。想和离，除非我死。世子爷这话好生霸道，可惜啊，夫妻情分不是凭一纸婚书、一把剑就能拴住的。你留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这夫妻做着有什么意思？堂堂，你就这么恨我？我不恨你，只恨你浪费时间。我对你早已心如止水，你撕了这和离书，也撕不断我们之间早已荡然无存的夫妻情分。堂兄，放手吧。你若真心为她好，就该让她去寻真正的幸福，而不是将她困在这冷冰冰的侯府里继续受罪。你敢带走她，我让你血溅当场！好，那今日我便替唐娘子讨个公道。都给我住手！堂堂静安侯府正厅拔剑相向，你们把静安侯府的脸往哪儿搁？谢令，把剑放下。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和离之事容后再议。都给我退下！
堂堂，你当真要如此绝情？我谢令绝不放手，绝不！快些，都抬进来！夫人，世子爷说这些都是赔罪礼，是库房攒了多年的宝贝，请您务必收下。世子爷还说只要夫人开心，把整个侯府搬来都行。原封不动抬回去。夫人，这世子爷会怪罪小的办事不力。妾身受不起，他静安侯府的东西，我堂堂无福消受。夫人，世子爷是真心。管家大叔，我家夫人说一不二，你还是赶紧抬走吧，免得夫人动了真怒，这些东西可就真的留不住了。夫人，那珠子好大一颗呢，奴婢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想要？奴婢不敢，就是替夫人可惜。可惜什么？糖衣炮弹罢了。我要是收了，就等于给了他台阶下，这台阶我不想给。世子爷的东西，妾身受不起。爷，这字条，世子爷不生气？生气？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写字，我可得收好了。爷，您这……你不懂。世子爷是来吃饭还是来闹事？来当伙计。当伙计？是，夫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倒泔水、擦桌子、搬货物，什么都行。去倒泔水。这个世子爷啊！夫人，世子爷真的去倒泔水了。他可是世子爷啊！世子爷也是人，2只手2条腿，谁还不能倒个泔水了？夫人，倒完了，可满意？世子爷倒泔水的样子，倒是比当丈夫顺眼。世子爷，这鱼它又糊了，这已经是第5条了。无妨，我再学。张嫂，你再教我一遍火候。爷，您都学了3天了，手指头切破了7、8根，再这样下去，厨房都要被您烧了。您是金贵之躯，何必？不成，夫人是美食大家，嘴刁得很，我得做出一道像样的菜，才能让她正眼看我。世子爷，您这手万一落了疤……比起夫人受的那些委屈，这点伤算什么？我做几道菜的苦，不及她1/1000。夫人，那是什么？是鱼还是炭？我学了3天，这是最好的一盘。夫人，尝尝。盐多了3倍。记下了。花椒放成了8角。是，我下次注意。鱼胆没弄破，算你运气好；弄破了，这盘菜就能毒死人。夫人教训的是，我回去重新学。
听说你们这儿生意很好，爷几个今天来尝尝，要是不好吃，砸了这铺子。什么狗屁仙仙阁，不过是个娘们开的破店。谁敢动他一根头发？滚！再踏进仙仙阁一步，打断你们的腿！进后堂，脱衣服。你傻吗？你是建安侯府世子，一声令下20个侍卫就能解决的事，你冲上去逞什么英雄？因为我想亲自保护你，不是以世子的身份，是以你丈夫的身份。你目前顶多算个名义上的，名义上的也是丈夫，我会努力的。春桃姑娘，帮个忙。世子爷，您怎么跟做贼似的？这个给你，在夫人面前多美言几句。包在奴婢身上，一定把您夸成一朵花。夫人，您是没看见，世子爷今日又倒泔水，又擦桌子，还帮客人搬东西，比府里丫鬟还勤快，春桃都自愧不如呢。春桃，夫人，拿出来。夫人恕罪，奴婢只是嘴馋，知错了。再有下次，不敢不敢。去后厨洗3天碗。是。给春桃做她最爱吃的桂花糕，洗完碗吃，别让她饿着。夫人是天下第一好人，奴婢以后再也不敢收贿赂了。夫人，我亲手做的，学了1晚上。能噎死人。又失败了。但能吃。能吃。唐娘子，这是南阳新到的香茅和柠檬叶，想着你研发新品用得上，便带来了。谢公子放下吧，多谢了。朋友之间不必算那么清。堂弟来了，怎么不通知我这个堂兄？我好歹也是仙仙阁的伙计。堂兄事务繁忙，不敢打扰。既然你们都闲着，不如比试比试。比什么？北方分号供货难题，货源不稳，运费太高，谁能彻底解决，我请谁吃饭。一言为定。比就比，谁怕谁？夫人，我赢了，堂弟的商路还要交关卡费，我的直接免了，省时省力还省钱。堂兄好手段，仗着世子身份压人，算什么本事？兵不厌诈，赢就是赢。哼，你赢了，吃饭吧，招牌青菜肉丝面。输的人回去继续努力，下次再来比。唐娘子，这也太偏心了，我连碗面都没有。赢的人才有资格吃我请的饭，这是规矩。世子爷，您这手不能再切了，再切手指头都要没了。没事，继续。张嫂，你再教我一遍怎么控制火候。上回夫人说我蒸老了30秒，这次我要精确一些。世子爷，您这是何苦呢？张嫂，你不懂，
我以前对她不好，冷眼看她受苦，如今她想和离，是我活该。但是现在我想弥补。成了，鲜嫩可口，世子爷，您成功了。真的，比上回好，好太多了，夫人一定满意。还行。世子爷现在的样子，像极了等夫子嘉奖的学生。夫人哪里还需要改进？您说，我回去再练。鱼蒸老了30秒，火候多1秒则老，少1秒则生。30秒听着不多，口感天差地别。30秒记下了。葱丝切的粗细不匀，左边这3根明显比右边的粗。是，夫人好眼力，我回去重新切。傻子。妈妈，帮我送封信给柳如珠柳夫人，就说我有孕在身，求姐姐救我一命。再关下去，我和府中孩子都要死在这柴房里了。姨娘，老夫人知道了是要罚我的。妈妈，婉儿这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您行行好，就当可怜可怜我。姨娘放心，老夫人，婉儿在柴房关了数日，水米不进，身体羸弱，大夫快给看看。回老夫人，这位姨娘气血两虚，脾胃虚弱，再这样下去，怕是……老夫人，婉儿虽有过错，但毕竟是侯府的人，伺候了世子爷这些年，再关下去，恐怕性命不保。求老夫人开恩。罢了，将她放出禁足，但不得踏出侯府半步。丫鬟全部换成我的人，一举一动都要向我禀报。谢老夫人恩典，婉儿一定洗心改面，重新做人。堂堂，我绝不会让你好过。你以为你赢了？游戏才刚刚开始。姐姐早。夫人，柳姨娘怎么像变了个人？以前嚣张跋扈的，现在温顺的像只猫。黄鼠狼给鸡拜年，他越是装得像，越说明心里有鬼。姨娘，世子爷今日又在千千阁待了一整天，听说还亲自给夫人下厨做菜。堂堂，你抢走了我的荣光，抢走了仙仙阁，现在连谢灵的心也要抢走，你凭什么？凭什么？翠儿，将这封信交给府外的心腹，让他连夜送出京城。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姨娘，这信是送去边关，找马贼首领黑风煞，就说静安侯府有个叫堂堂的女人挡了我的路，许以黄金100两，要她的命。堂堂，如死其道。姨娘说了，只要这一手，就能让堂堂身败名裂。这碗羹本世子亲自端。世子爷，您怎么在后厨？本世子早就在这等着了，去后堂等着，不许动。谢世子，这是何意？本宫的闪石，你也敢拦？娘娘恕罪，臣察觉到府中有人心怀不轨，恐对闪石动手脚，为保娘娘万全，斗胆请验。若验完无事，臣甘受责罚。大胆！何人竟敢在本宫闪石中下毒？天啊，这怎么可……来人，给本宫查！幕后之人，臣已查明，是妾室刘婉儿买通丫鬟所为。
臣已将人拿下，听候娘娘发落。治家不严，罪该万死。没事，有我在。唐娘子，你没事吧？谢娘娘关心，臣妾无碍，多亏了世子爷。别误会，只是就事论事。对，就事论事而已。你怎么来了？刘婉儿胆大包天，我活该受罚，你不必管。我怕世子爷饿死在祠堂，老夫人又要怪我这个做媳妇的不贤，侯府的脸面我还是要顾的。这是红枣桂圆粥。新婚那夜，我想吃一碗热粥，可惜没人给做。对不起，那时候我太傻了。那时候，你现在也不见得聪明到哪去。糖糖，这粥很甜。甜的是枣，不是粥。你还会来吗？看你表现。客官，新鲜的豆浆刚出锅，来2碗，要最甜的。哪个是刚出锅的？肉馅要足的。客官，这是咱店最好的肉包子。夫人，今日的早餐，热豆浆配肉包子，东市老张家的，最有名的。放桌上吧。夫人，豆浆还热着呢，趁热喝好喝。我有茶。那包子，世子爷每日送这些，侯府的事不管了？管啊！但我更想管你。油嘴滑舌。夫人，世子爷来了。这么大的雨，他来做什么？夫人，糖炒栗子刚出锅的，还热。进来吧。夫人，你让我进去。不进就算了。进，我进。夫人终于心软了。多嘴。谢青州啊，谢青州，你终究是晚了一步。祝你幸福。唐娘子，谢公子，今日怎么有空？我来辞行，北方市场已经打通，我该去亲自坐镇了。辞行？是，不过走之前有句话想说。我看得出，堂兄对你是真心的。
谢公子说笑了。我谢青州喜欢的女子值得最好的。若堂兄能给你幸福，我甘愿做那个成全的人。但若有一日堂兄再负你，凭此玉佩，我必回来带你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谢青州，不会有那一天的！你死了这条心吧！那我祝你好运。大家评评理啊！我家相公吃了千千阁的菜，上吐下泻，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看看，这就是千千阁用的肉，死鸡烂鸭，黑心烂肺啊！真的假的？仙仙阁不是挺有名的吗？谁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们胡说！我们仙仙阁的食材都是最新鲜的。哟，这丫鬟还敢狡辩！大家看看，这就是仙阁的嘴脸。不会吧？我吃了这么久，没什么问题啊。可他们拿的那肉看着确实不好。关门啊！关门？对，上吧，关门。去，备马，我要去宫里递牌子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有令，特命太医亲临仙仙阁，当众查验所有食材。这是仙仙阁所有食材的进货单据、供应商契书，以及每日留样的食材。太医请过目。本官验毕，仙千阁所有食材新鲜上等，进货渠道正规，储存得当，比宫中御膳房的标准毫不逊色。所谓病死鸡鸭，发霉米面，纯属诬告。两位还要继续演吗？我们说，谁指使你们的？是柳如珠柳夫人，她给了我们50两银子，让我们来闹事。好一个柳如珠，竟敢在本宫眼皮底下搞这种勾当！娘娘，柳如珠的诰命夫人封号。下旨，剥夺柳如珠诰命夫人封号，交由夫家处置。夫人，不好了，柳如珠柳夫人被休弃了。姐姐，完了！堂堂那个被我踩在脚下的胖女人，不仅抢走了世子妃的荣光，还要抢走谢琳的心，凭什么？凭什么？这是最后的机会，要么他死，要么我亡。夫人，你要做什么？去，给我联络边关的人，这一次我要让他万劫不复。有埋伏！别怕。唐娘子，有人花钱买你的命，到了阴曹地府，别怪我们。谁敢动他？世子爷，雇主说了，死活不论，一起杀！想动他，先踏过我的尸体！
刀上有毒，这毒很凶险。需要什么药材？这些还有，需要有人整夜守着他，清理伤口，控制出血，物理降温。若高烧不退，我来。春桃，去煎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新婚夜让你独守空房，对不起你受欺负，我还袖手旁观，对不起。谢灵，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死，我下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要是敢死，我做鬼也要缠着你。烧退了，命保住了。醒了就赶紧喝药，别浪费我的好药材。你守了一夜，不然呢？你死在我手上，我岂不是要背黑锅？那，你心疼我？心疼？我是怕你死了，我成了寡妇，名声不好听。那为了你名声好，我一定长命百岁。傻子。糖糖，和离书我随时可以签，但不是现在，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若3个月后你还是想走，我亲自送你出府，绝不纠缠。我谢薇说到做到。算你识相。那你是答应了3个月后，你若还是这般让人讨厌，我头也不回。世子爷，夫人求见，说听说世子爷受伤，特来探望。让他进来。世子爷，听说您受伤了，婉儿心如刀绞，恨不得替您承受这痛苦。婉儿这几日茶饭不思，只想着您的伤势。你怎会知道我受伤的细节？什么？刺客之事并未万传，府里知道的人不超过我。你一个被禁足的妾室，如何得知我后背中刀，中了毒？婉儿是听下人说的。哪个下人？说。就是府里的婆子。一派胡言！我已经查到，刺客与你身边的婆子有关联。刘婉儿，你还有什么话说？冤枉了世子爷，婉儿什么都不知道，是有人陷害婉儿。来人，把他拖下去严加审问。不用审了，夫人，直接报官，让官府来查。唐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那你就去做鬼吧。回老夫人，下官已查明，
刘婉儿买通刺客，银票来源是她陪嫁庄子里的私房钱，而且已在刘婉儿房中搜出剩余毒药，铁证如山，供认不讳。好一个蛇蝎妇人！更令人震惊的是，顺藤摸瓜还牵连出刘婉儿前几次的罪行：尚书府少奶奶闪石中的八头粉，赏花宴上给世子妃的安神茶等等，桩桩件件皆有证据。完了，全完了！来人，将刘婉儿即刻逐出侯府，永世不得踏入半步！柳夫人，你包庇妹妹参与造谣，念在你的身份上，交由你夫家处置。贱人，害人精，活该，这就是报应。自作孽不可活。今日本世子当着全府上下的面宣布，静安侯府从此只有一位女主人，那就是世子妃堂堂。好，这才是一家之主该有的样子。刘婉儿的院子改为世子妃的私人书房，她的珠宝首饰全部融了，重新打造成世子妃喜欢的样子。夫人，你可满意？世子爷这番做派倒是痛快，不过3个考验还没完，现在讨好我太早了。3个考验？忘了？我说过，你要重新追求我，就得通过3个考验，前2个还没开始呢。夫人请说，别说3个，300个我都愿意。第3个还没想好，你先完成前2个再说。第1个是什么？夫人说，我马上办。世子爷现在这副模样，哪还有半分当初冷面阎王的样子？活脱脱一只摇尾乞怜的大狗。汪！第1个考验，要做我的夫君，至少要会一道让我满意的菜。夫人想吃什么？满汉全席级别，凤川牡丹。凤川牡丹？雕花冬瓜做凤身，胡萝卜刻牡丹，鸡胸肉丝穿其中，色香味形意，缺一不可。我给你1个月。好，1个月后，我亲自呈上。世子爷，这如何使得？好，太好了，世子爷，你真的做到了。夫人，怎么样？勉强及格。及格了，夫人说及格了。世子爷，你放我下来啊！别高兴太早，还有第2个考验。第2个考验，我的梦想是让仙仙阁开遍大江南北，让天下女子都能吃到健康美味的膳食。夫人说，我听着。我要你在3个月内帮我打通北方3州的商路关卡。好，明日我便动身。知府大人，仙仙阁并非寻常商号，乃皇后娘娘亲自招牌的膳食调理坊。若能打通商路，于地方百姓也是福祉。这关卡费用，大人，仙仙阁所用食材皆为上等，可带动地方农户增收，这是双赢之事，大人何乐而不为？夫人，北方3州全部打通。
还算有点用。夫人夸我了，她说我有点用。承蒙诸位厚爱，今日仙仙阁周年庆，有幸与诸君同欢。仙仙阁走到今日，我最感谢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给了我一座院子，让我开荒种地的人。那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的起点，也是我重新开始的地方。夫人，你怎么在这里？第3个考验就在今晚。第3个考验很简单，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真心诚意的道歉。好。对不起，对不起，新婚夜让你独守空房，对不起，你卡在井中是我的冷眼旁观，对不起，你说刘婉儿欺凌时我的袖手旁观，对不起，我迟来的醒悟让你等了那么久。我曾以为你是一个粗鄙不的胖女人，配不上我靖安侯府世子的身份，如今我才明白，不是她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她。她的坚韧聪慧、善良和光芒，是我穷尽一生也追不上的星辰。若他肯给我机会，我谢灵愿用余生弥补所有过错。起来吧，膝盖跪疼了我会心疼。夫人，你是说婚礼不急？怎么不急？明日就重新操办婚礼。祖母，我要把仙仙阁的分号开满全国，这是我的梦想，不能因为儿女私情耽误。夫人去哪儿我去哪儿，夫人开分店，我当伙计。世子爷当伙计，侯府的脸往哪搁？侯府的脸不重要，夫人的脸才是天。好，好，好，这才是我靖安侯府的好儿郎。夫人，我来当小白鼠。好吃，夫人的手艺天下第一。盐放多了，你没尝出来？夫人做的，放多少盐都好吃。夫人坐稳了，驾！县令，你会不会驾车？夫人，我在学呢。这位是伙计，伙计而已。夫人请用茶。这荔枝是怎么来的？前几日世子妃说要吃荔枝，世子爷动用了侯府最快的快马和驿站，3日就赶来了。世子爷知不知道调用驿站快马多贵？再贵也没夫人金贵。油嘴滑舌。只对你油嘴滑舌。有人看着呢。夫人害羞的样子最好看。夫人，你看那边的山好绿。世子爷，你是没出过京城吗？没出过这么远，以前觉得京城就是天下，现在才知道天下这么大。
我的脸怎么了？谢莲，夫人，你笑起来真好看。才知道吗？早就知道，只是从前没资格说。谢莲，谢谢你。应该是我谢你，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谢谢你愿意留下。堂兄、堂娘子，我回来了。北方3州商路稳固，分号盈利翻了3倍。谢公子辛苦了。堂弟，这杯茶我替堂儿谢你，没有你，仙仙阁走不到今天。堂兄言重了，我不过是锦上添花，真正让仙仙阁发光的人，从来都不是我。堂兄，我今日把话撂在这儿，你若再负他，我谢清舟就算拼了命也会把他带走。这话永久有效，不管我在哪里，绝不会有那一天，我谢灵用性命担保。你们两个当我不存在？堂堂，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子，能得到你的认可，堂兄3生有幸。现在不需要了，堂兄不会再给你机会用到它。好，哈哈哈，堂弟洒脱，这杯酒敬你。后会有期。一定会有期。他日你若娶妻，我必送上一份大礼。那我等着。客官里面请，今日开业大酬笔，免费试吃。这不是靖安侯府的世子爷吗？什么世子爷？如今我只是个帮夫人跑腿的。客官里面请。天哪，世子爷当小二，这世界疯了！可不是嘛，我活了40年头一回见。听说了吗？世子爷给世子妃当伙计呢。哪是伙计，简直就是跟班。这纯菜根火候要轻，保持鲜味，西湖醋鱼少糖多酸才是正宗做法。夫人，世子爷在前厅忙了一天了，连口水都没喝。他是成年人，渴了不知道自己找水喝。夫人就是嘴硬。放下，让伙计搬。夫人心疼我，我是怕你闪了腰，没人给我当账房。夫人放心，我这腰好着呢。谢灵，你让我来。夫人坐好，我能行。起开！夫人真厉害，什么都懂。你少拍马屁，多练划船。比花还好看。没规矩，随意摘花，不怕被罚。为了夫人，罚我也认。夫人，许个愿。谢谢你。应该是我谢你，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谢谢你愿意留下。差爷，行个方便，这点碎银给差爷买酒喝。黄金100两，先付1半，事成之后，另一半送到你们山寨。杀靖安侯府的世子妃，这买卖风险大。他挡了我的路，他毁了我的一切，我要他死！行，收了钱，接了活。好大的胆子！许以重金刺杀世子妃，顺藤摸瓜，给我把刘婉儿拿下！婉儿，姐姐害了你。
世子爷，边关传来消息，刘婉儿斩首了，柳如珠病死在流放途中。天道好轮回，都过去了。别想那些不开心的，尝尝这个，甜不甜？甜，但没夫人甜。唐儿啊，柳家那对姐妹终于遭了报应，侯府总算清静了。祖母有个想法，重新操办婚礼，名正言顺，让全京城都知道我静安侯府只有一位女主人。这个好，我同意。祖母，婚礼不急。怎么不急？你们本就是夫妻，只是补办个仪式。我要等仙仙阁开遍天下，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静安侯府的世子妃不是靠丈夫吃饭的摆设，她是凭自己本事闯出一片天的女商人。夫人说的对，夫人去哪我去哪，夫人开分店我当账房先生和护卫，一辈子。你们这两个孩子，罢了罢了，这侯府交给唐儿打理，我100个放心。往后我就只管赏花喝茶，等着看仙仙阁开遍大江南北。一辈子很长，世子爷可别后悔。后悔？我谢凛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就是没签那张和离书。皇后口谕：堂聪慧能干，独创膳食调理体系，惠及万民，特册封为膳食夫人，享1品诰命俸禄。谢皇后娘娘隆恩。我夫人，天下第1奇女子，册封诰命，你们见过吗？见过吗？谢兄，你已经说了30遍了。30遍怎么够？我要说3000遍。唐儿，你看看他，像个傻子。是啊，我的傻子。夫人，你在说我坏话？没有，夸你呢。我就知道，夫人最疼我了。今日既是仙仙阁10周年庆典，也是庆祝我家夫人册封诏命。这是我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今日当众念给她听。堂，初见时你卡在井中，我嫌你粗鄙不堪。如今我才知，粗鄙的是我，不堪的也是我。我怕我做的不够好，你会再次拿出和离书，所以我不敢停，不敢懈怠，不敢不爱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是我要用余生去珍惜的妻子。仙仙阁10周年快乐！谢怜，夫人，遇见你真好。是我3生有幸。
你还记得吗？我那夜卡在井里，上不去下不来。记得。那时候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瞎子，放着这么好的妻子不要，还冷艳嘲笑。幸好你是瞎子，不然我早跑了，哪还有现在的仙仙哥？糖糖，不管重来多少次，我都会找到你，爱上你，留住你。油嘴滑舌。这是那年种下的，每年花开，我都想带你来看。今年终于实现了。以后每年都来。一言为定。夫人，你看这是什么？一直留着。留着，为了提醒自己，差点弄丢了这辈子最珍贵的妻子。让过去的错误化作春泥，滋养我们的未来。谢灵，我给你讲个故事。听着。我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里有灯不用油，有车不用马，人可以飞在天上。我在那个世界是个美食博主，有一天直播吃小龙虾，然后就到这里了。我信。你信？不管夫人从哪里来，这辈子、下辈子都只能是我谢丽的妻。夫人，燕儿羹来了，趁热喝，不要凉了对身子不好。你上次说胃不舒服，我特意少放了糖。世子爷，你已经唠叨了5年了，再唠叨50年也不够。谢灵，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夫人，是我三生有幸。